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林。如果要问我猪里面你最心疼谁，我会毫无疑问的选择蝴蝶忍。在整个鬼灭故事里，蝴蝶忍一直扮演着一个大姐姐的身份，不管是对炭治郎、祢豆子几人的接纳和教导，还是对蝶屋里妹妹们的照顾，都很难看出她只是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。因为力气很小，忍也是猪里面唯一不能将鬼斩首的剑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选择了利用毒素来弥补力量上的不足，独创了适合自己战斗方式的重置呼吸，利用高速的刺激和毒素的结合，完成对鬼的毒杀。在大家的眼里，蝴蝶忍非常的爱笑，经常在灭杀恶鬼的时候，都是一边笑着一边说要如何惩戒对方，以至于在动画《蜘蛛山篇》播出的时候，被一度调侃成腹黑女。实际上，蝴蝶忍的内心的确充满了黑暗。时常挂着微笑，是想成为像姐姐那样温柔的人，也想替姐姐实现人和鬼友好相处的梦想。但实际上内心又因为姐姐和家人的死，极度痛恨这恶鬼，所以才有了对蜘蛛姐姐的那一幕。嘴里说着想和她友好相处的话，但绝不会放过她。这矛盾的内心让其蜕变，成为了鬼杀之蛛。蝴蝶忍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，但结果又如他所愿。出生于药师之家，奠定了日后忍对药品和毒素的研究。和其他猪遭遇一样，忍的家里遭到了鬼的袭击，父母被杀害后，他和姐姐香奈惠被岩柱被命与秦明所救，遭遇了不幸，再加上秦明的些许影响，两人决定一起加入鬼杀队，斩杀恶鬼，不能让别人也遭遇他们一样的不幸。就这样，秦明将两人分别介绍给了不同的培育师，学习适合他们的呼吸法和剑技。最后，两人都平安通过了藤溪山的选拔，成为了鬼杀队的一员。姐姐香奈惠天赋极好，继承了从水之呼吸里派生出的花之呼吸，很快便成为了新人的花柱。后来，两人在桥头经过的时候，偶然间碰到了人贩子手中年幼的香奈乎。内心善良的姐姐不忍心，两人便买下了她，带回了蝶屋，当做亲妹妹来抚养。姐姐察觉到香奈乎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，便教她一个人的时候抛硬币来决定的方法，但这种法子却遭到了人的呵斥。这个时期的人还留着短发，严肃认真，很少笑，也会生气。直到那一天，出门执行任务的姐姐遭遇了上弦之二童魔，与其缠斗了整整一夜，最终不敌，遭受重创。即使因为天亮没有被童魔吃掉，但当蝴蝶忍赶到时，香奈惠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撑着最后的力气，姐姐让她离开鬼杀队，希望她能像个普通女孩一样活到白发苍苍。但最终还是耐不住忍的坚持，告诉了她童魔的特征，含着最后那没有说出口的话离开了。但后来忍也猜到了，姐姐应该是想告诉她，她很可能不是那只鬼的对手。这是继家人被杀以后，忍的人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转折。在姐姐的葬礼上，发现香奈乎想哭，却因为心理问题哭不出来。她并没有责怪她，反倒是安慰了她。至此，她的内心发生巨变，年仅14岁便继承了蝶屋，照顾蝶屋的妹妹们，留长了干练的短发，脸上开始始终挂着温柔的笑容。既然姐姐不在了，那她就要充当姐姐的身份。从那以后，蝴蝶忍另辟蹊径，开始研究药品和毒素，从花之呼吸里独创了适合他自己的重置呼吸，并很快便成为了9柱之一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蝴蝶忍不仅要接待前来治病疗伤的队员，还要进行看护和心理疏导，其中就有炼柱甘露寺蜜梨。在蜜梨为自己食量太大而感到羞愧的时候，忍和他成为了朋友，并告诉了他的肌肉密度是常人的8倍，基础代谢很高，需要吃上普通人8倍的食物，所以不需要和那些不准蜜梨摄取必要营养的家伙凑在一块儿。这些言语和笑容不知道让多少人得到了救赎，但又有谁能救赎他呢？在一次前往北方驿站购买药材的途中，他意外碰到了正执行任务的水柱福冈义勇。木楞师兄的迷惑行为很快忍就看不下去了，于是便决定帮他一把，并在那个时候想指出义勇的不善言辞可能会被朋友们讨厌和误解。但看到义勇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，而没有说出口。最后同义勇消灭了恶鬼，也阻止了恶鬼女儿的自杀。这段故事麒麟有单独讲解，感兴趣的可以在主页找到。不久后接到任务，忍来到了那田蜘蛛山，和他一同赶往的恰巧又是义勇。两人分头行动，义勇秒杀下弦之舞累，救下了炭治郎，而另一边的蝴蝶忍则救下了已经中毒奄奄一息的善逸，随后又拦下了蜘蛛姐姐。在一番调戏后，让蜘蛛姐姐因谎言被迫而恼羞成怒，最后用蝶之舞戏弄将其毒杀，并顺带救下了村田。准备和义勇会合的时候，却发现了身为鬼的祢豆子。痛恨恶鬼的他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斩杀，但最后却被义勇阻止了。这时候忍终于忍不住了，道出了义勇被其他猪讨厌的事实，只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自觉才不知情。趁着义勇愣神，才有了接下来的名场面。接着总部的指令，两人受命将炭治郎兄妹带回总部。在对祢豆子进行审判的时候，听闻了炭治郎兄妹的遭遇后，心生同情，毕竟他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所以对炭治郎很照顾，但心里却还是不愿意接受祢豆子。
直到看到祢豆子居然通过了10名吸血的考验，再加上义勇师徒的誓言，他对祢豆子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逆转，不仅接受了祢豆子，甚至还将其带回了蝶屋，对探长几人进行教导，对祢豆子当作妹妹来看待。其实忍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转变，实际上是因为他在祢豆子身上看到了希望，完成姐姐人和鬼和平相处的希望。因为祢豆子的确和他碰到的其他鬼不太一样，他不吃人。蝴蝶忍也是位合格的教导者，不仅和姐姐一同训练出了优秀的继子香奈乎，也开发出了很多训练项目，并用激将法让猪头和善意成功领悟了呼吸法。后来刀尊事件发生后，无惨得知了祢豆子克服了阳光，于是便开始了大决战的筹划。而鬼杀队一边也因为鬼突然销声匿迹而开始了9柱集训，但和其他柱不一样，忍并没有参加集训，而是在为复仇做准备。其实很早之前，忍就已经做好了复仇准备，培养香奈乎就是为了接替自己，继承蝶屋和姐姐的意志。其他人都在锻炼剑技和培养后辈，而他则和朱氏研制出了对付无惨的药剂。这些药剂在决战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，也制造出了能让鬼变回人类的药物。后来成功让祢豆子变回了人类，也在一开局就重创了无惨。在探长变成鬼王后，交给香奈乎的药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并且同时他也在不断将紫藤花毒素摄入自己体内。主攻舍身炸毁敌府后，大决战正式打响。民女将众人吞入了无限城，成功将众人分割开来。或许是命运的指引，忍真的碰上了那杀害了自己姐姐的仇人上弦之二童魔。在这一刻，忍彻底释放了内心的愤怒，一招风牙之舞真夜贯穿了童魔的眼睛，将毒素注入童魔体内。但童魔很快就将毒素分解，随后又一招高速刺激青灵之舞复眼六角，结果却反被童魔重创。就在这时，姐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，鼓励着他，相信他可以做到。即使肺部都被刺穿，他还是咬牙站了起来，凭着最后的力气使出了蜈蚣之舞百足蝮蛇，将童魔钉在了天花板上。但不管是刺激还是毒素，似乎对童魔来说都不起作用。最终童魔将奄奄一息的忍拉入怀中，嘴里说着被他的坚强所感动，但还是将忍活活吸收进了体内。在临死前，忍还通过手势提醒了赶来的香奈乎不要吸入童魔的血鬼术。就这样，忍结束了他的一生。虽然没有亲手杀了仇人，但这一步他早已经料到了。在香奈乎接替忍和童魔交战的时候，忍在体内摄入的紫藤花之毒开始爆发。这些年，他的体内足足摄入了致死量700倍的毒。这巨量的毒素虽然没有瞬间杀死童魔，但也令他难以分心对抗香奈乎和赶来的一之助。最终，两人抓住忍用生命换来的机会，成功将童魔斩首。童魔死后和蝴蝶忍以灵魂的方式碰面，忍表示终于可以放心走了。虽然他不在了，但他相信同伴们一定可以打败无惨，当然也拒绝了童魔莫名其妙的告白。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忍终于和姐姐家人们团聚，接下来就交给香奈乎了。在所有柱里面，其实和忍的经历最为相似的是不死川兄弟。石迷用另一种方式让弟弟不要踏上这条路，希望他像普通人一样活着，而他自己则用一生为家人复仇。香奈惠也是如此，临死前希望忍退出，但忍不同，他既要作为妹妹替姐姐和家人复仇，也要作为姐姐照顾好身边的妹妹们。所以他的一生可以总结成2个词：责任和仇恨。人生中2个巨大的转折点，让他一步步变成了温柔腹黑的虫柱，至此他便不再为自己而活。其实我更希望忍能听从姐姐的话，退出鬼杀队，像个普通女孩一样活着。但我知道这样的话她并不会过得很好，因为忍是个要强的人，即使知道要付出生命，但也绝不会退缩。所以为什么说我最心疼忍？因为他在背负着责任的同时，也完成了复仇。仅凭他瘦小的身材，没有姐姐的天赋，也没有练出的怪力，一副女儿身，通过鬼杀队从未有人使用的毒，成为了鬼杀之主。所以他的招式都是以武来命名，而不是剑形。故事的最后也算是给忍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在现代片里，他和姐姐香奈惠成为了女子学院的一对姐妹花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蝴蝶忍就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甘愿为了那片属于他的花丛献上一曲死亡之舞。那么到这里，蝴蝶忍传就基本结束了。想看其他人物的传记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秦的视频。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